太太，我们最近恢复168，我又努力戒糖瘾，还多喝了几杯水，果然体重降了不少，多出来的5公斤去了80%不说，肚子上的那圈肥油只剩89公分，我彻底脱离肥胖大队啦！那很棒啊，你还要继续维持哦，才能保证不复胖。另外，我最近看资料的时候，发现有一招鸡蛋减肥法，可以用在应急的时候，效果似乎不错。艺人 Markio 亲身尝试过各种减肥法，还说这是他觉得最有效的减肥法呢。真的吗？赶快说来听听，哪天我又吃大餐还是什么的，可以上场救救我。你不行哦，你曾经被检查出坏的胆固醇太高，所以还是不要用这招比较好。其实，针对鸡蛋减肥法的功效，还真的有一些科学家在研究呢。早在2008年，国际肥胖杂志就曾刊登一篇美国多个研究单位联手发表针对鸡蛋早餐有利于减肥的研究。他们找来152位 BMI 25到50的男女，分成4组，2组限制整天的饮食热量在1000大卡以下，早餐1组只吃蛋，1组只吃贝果，另外2组整天可以自由吃东西。早餐同样1组只吃蛋，1组只吃贝果。结果限制整日饮食1000大卡以下，吃2个蛋的这组比吃同热量贝果早餐的这组，在8周之后吃蛋这组的 BMI 下降了 61%， 体重减轻了 65%， 腰围减少了 34%， 体脂减少了 16%， 但自由吃东西这2组则没有明显的差别。研究结论认为，鸡蛋早餐与热量不足的饮食相结合，可以促进减肥，但在自由摄食的情况下，就无助于减肥咯。这减肥的成效也太夸张了吧，还好你给我看原文，不然我还真不信呢。不过自由进食那一组没效果的原因，难道是早餐减掉的那部分在别餐补回来了吗？这样的想法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早餐吃蛋可以抑制食欲，却是有研究证实的。2013年有一个由美国多个研究单位、多位博士联手合作，针对鸡蛋对超重肥胖者短期饱足感的影响研究，也是让受试者分别吃贝果和鸡蛋2组，结果发现与等热量等重量的贝果早餐相比，鸡蛋早餐能产生更大的饱足感，并显著减少短期食物的摄取量哦。为什么鸡蛋可以降低食欲呢？还有以前不是都说怕胆固醇太高，鸡蛋不能多吃，那么用鸡蛋减肥，难道不怕胆固醇太高吗？像我你就说我的坏胆固醇太高，不适合用这种减肥法。有一个研究刚好可以回答你这2个问题哦。一项2017年美国与墨西哥多所大学联手发表的论文就指出，与燕麦早餐相比，每天吃2个鸡蛋可以降低胃中血液的饥饿素，同时维持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的比例。换句话说，跟具有降胆固醇功效的燕麦早餐相比，吃蛋早餐并不会改变我们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的比例。也就是说，坏胆固醇的比例跟好胆固醇的比例是没有改变的。而不只跟贝果这种高碳食物相比，鸡蛋的饱腹感更高，连跟燕麦这种富含膳食纤维的高饱足感的早餐相比，鸡蛋的饱腹感也更高。而他们指出，吃蛋当早餐之所以有饱腹感的原因在于，吃蛋可以降低血液中的饥饿素浓度，让我们不会感觉那么饿。鸡蛋是优质蛋白质的最佳饮食来源之一，也是低热量高饮食价值的食物之一。它含有所有的必需氨基酸，是完美的蛋白质来源。鸡蛋含有多种可以预防慢性疾病的营养素，包括叶黄素、玉米黄质、胆碱、维生素 D、硒和其他维生素跟矿物质，还有丰富的卵磷脂。卵磷脂是血液中的清道夫，可以促使血液中的胆固醇代谢，也是细胞膜重要的成分。卵磷脂进入人体后，消化吸收后会生成胆碱，胆碱是合成神经传导物质乙烯胆碱的原料。乙烯胆碱能够增进记忆力，预防老年失智，而且跟其他蛋白质比较起来，鸡蛋也相对便宜。但是蛋含有胆固醇，以前由于鸡蛋的胆固醇含量一个月185到200毫克，所以一天能够吃几个蛋，一直让人觉得有风险疑虑。对啊，我们也是到这2年才敢一天吃2个蛋的。没错，可是近年来大量的研究表明，膳食胆固醇的摄入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并没有显著的关系。因此，美国心脏协会在2015年取消了每天300毫克膳食胆固醇的限制量，
而且对鸡蛋摄取的建议是，鸡蛋可以做有益心脏健康饮食的一部分，每天可以享用1到2颗鸡蛋作为优质蛋白质。当然，以有益心脏健康饮食而言，美国心脏协会建议多种蛋白质来源，而不建议单一的蛋白质来源，比如说只吃鸡蛋。不过减重医师邱正宏医师在他的 YouTube 频道则说，一天只要不吃超过5个蛋都是安全的。这是对于一般人来讲，那对于患有心脏血管疾病或是高胆固醇的人群，我们建议还是应该在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下食用鸡蛋，不要随便尝试鸡蛋减肥哦。鸡蛋除了能够降低饥饿素、提高饱足感以外，也会影响到胰岛素耶。2010年，一项由美国康乃狄克大学研究团队针对早餐吃鸡蛋会影响成年男性血浆葡萄糖和饥饿素同时减少接下来24小时内能量摄入的研究里，就提到使用鸡蛋可以降低血浆胰岛素反应，从而减少碳水化合物氧化并增加脂肪氧化。此外，鸡蛋可以透过防止血浆葡萄糖和胰岛素的波动来促进饱足感，在都表明吃鸡蛋可以增加饱足感，有助于减肥哦。所以说鸡蛋可以减肥，就跟它是蛋白质有关嘛。我记得你说过，吃高蛋白饮食，饥饿素也会下降，而抑制食欲的太 YY 会升高，还能平稳血糖。没错，不仅仅如此，而且鸡蛋和所有的蛋白质食物一样，产热效应，也就是人体要花费消化蛋白质的热量，比脂肪 4% 和碳水化合物的 8% 都要高，高达25到30%。而鸡蛋减肥法之所以风行，就是因为鸡蛋跟其他的肉类或豆类比起来，更易于烹调、入口消化，还便宜且方便取得。像日本肝脏科诊所院长川西辉明医师，他就推行一种他自己亲身实践的鸡蛋减肥法，也就是用2个鸡蛋取代3餐主食的鸡蛋减肥法，在2年内瘦了21公斤。川西惠民医师会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烹调鸡蛋，3餐都用2个鸡蛋取代主食，例如白饭、面包、面条这些。实行之后，他渐渐发现早中晚餐都不会特别饿，也不会再暴饮暴食了。而最近风行的鸡蛋减肥法，其实原名叫化学饮食，是由哈佛医学博士奥萨马·哈姆迪博士所创立的减肥法。哈姆迪博士是一位专门研究糖尿病和肥胖的医师。化学饮食是哈姆迪博士为他的糖尿病患者设计的。这种减肥法是一种快速减肥法，原理是以控制摄食来导致体内发生化学反应，最终能够达到瘦身的一种减肥法哦。听起来很神，好像很厉害的样子。其实它只是讲起来很神，但它的原理跟生酮饮食的原理很像，都是压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法。我们身体本来依赖碳水化合物和脂肪，为我们身体提供日常活动所需的能量。当这些碳水化合物摄取不足的时候，身体就会寻找替代能源，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酮能源。深入的内容我们在生酮饮食和168饮食那2集都提到过。而这种化学饮食，糖类和脂肪摄取非常的低，当碳水化合物不够的时候，身体会先燃烧储备能源脂肪酸，进而产生酮体，并将其转化为身体所需要的能量，因而能够消除脂肪。这也就是生酮饮食的瘦身原理了。大概用化学2个字就还蛮吓人的，不过这也的确是一种生化反应就是啦。没错，化学饮食有一份详细的菜单，它主要依靠蛋白质、蔬菜和水果作为食物来源。这种饮食明显压制了糖类和脂肪的摄取，持续时间整整1个月，身体每周可以减掉 4.5 到5公斤，每15天可以减掉9到10公斤。我们看它的菜单，第1周和第2周早餐都是吃1-2个鸡蛋和柚子或柳橙，其他2餐也有几餐是安排水煮蛋。大概是这个原因，所以这个减肥法又叫鸡蛋减肥法。到了第3周，整个餐点分量已经变得非常少，除了第4、5天有蛋白质以外，其余都是吃水果度日，直到第4周才恢复了蛋白质的摄取呢。这样看起来，要我可以吃的话，我宁愿选日本医师的鸡蛋减肥法，简单又好记。